巴菲特、比尔盖茨、黄仁勋都早已套现离场。重要警告：我在6月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了一部影片，接着8月又发布了这部影片，都是一再的发出警告，市场即将迎来重大转折。但6月那时候势头正好，人人都在喊台指上2万5，上3万点，基本上没什么人会相信这个市场的荣景会有转头的一天。当然啦，今年上半年大多头的时候，我们也是顺着多头趋势一路做多，而且不会去做空，因为我的原则就是只做趋势盘，不会去逆势操作的。上半年搭上了大多头的列车，学员们赚得盆满钵满，人生一片光明，随便做多，随便都赚钱。但是啊，开心归开心，却不能失去戒心。我已经提前而且重复发文章发影片，提醒你满足点已经到了，前面有悬崖，你还不刹车，甚至有许多网友觉得我杞人忧天，多虑了。当然啦，我也希望是我担心太多。行情如果能够一路涨上去，涨到3万点，股民们通通发大财，股神们如雨后春笋般一个一个冒出来，皆大欢喜。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巴菲特、比尔盖茨、黄仁勋这3个我们望尘莫及的顶级富豪，难道也多虑了吗？黄仁勋频频现身说 AI 产业发展的多好多好，但是他嘴里说很好，手里却在卖 AI 股票，你不觉得这行为很奇怪吗？会不会是他们真的早有先见之明，已经预见了危机的到来？我们没有像富豪们一样拥有大量的资源，并且有大量的专业团队为他们分析风险，但是我有足够优秀的技术分析能力，我能计算股价的满足点，也能够判断转折的迹象是否出现。一旦出现了转折迹象，我就可以出清持股，并且做空指数期货以及买进选择权、卖权。所以即使没有富豪们的内线消息、分析团队，同学们依然能够逃过危机，并且反手大赚一笔空头急杀。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不盯盘、不短冲，只赚大波段的频道。试着想象一下，你原本在海边享受着美好的日落，突然之间，海水开始倒退，原本平静的海面掀起滔天巨浪。海啸来临前的海面总是特别宁静，你都已经放下心防，准备好享受海边时光了。但巨浪一旦出现，就会马上吞噬一切。台指和纳斯达克接连的暴跌，就像是突如其来的巨浪，让所有在海边的人措手不及。这不只是普通的海浪，而是那种能把沙滩上的东西全部卷走的巨浪。股市里的每一个人都只能紧紧抓住自己的投资不放，就像是试图在这股强大浪潮中保持平衡。相信这些忍受着巨浪冲击，撑着不要认赔出场的散户们，都很想要问，到底接下来股市会怎么走？这只是一时的回调，还是经济萧条、AI 泡沫化的开始？其实，如果你有在关注我的频道影片，甚至有订阅我的免费教学文章，就可以知道我在市场暴跌前，早已给出各种的提醒，要各位注意安全。我这种神爱世人、积极阴阴的文章，都会特别设定成免费观看。文章免费是免费，也必须你有认真追踪才会看到重大的提醒，不是吗？如果你想改变这种惯性，帮自己增加一点警觉心，避免错过市场的关键转折点，那么你可以在资讯栏的连结里找到获取免费教学文章的连结。这些文章将提供你及时且专业的市场分析，让你不再错失良机。你也可以在这部影片左下方点赞，这部影片就会存在你 YouTube 记录里，以后你想复习的时候就不会找不到了。你们有没有听过萨姆规则散入？在美股暴跌之后，刚好美国发布了失业率，萨姆规则这个词开始霸占搜寻排行榜。根据萨姆规则的定义，假设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失业率在短短3个月内突然上升了0.5个百分点，这就像是人的体温突然从正常的36.5度升到38度，是一种很直接的警讯。这个快速增加的失业率很可能就代表经济的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就像是体温的升高通常表示身体可能正在对抗感染。理论上，政府看到这种失业率的变化后，就像医生看到病人发烧一样，会迅速采取行动，例如推出一些政策来刺激经济，增加公共支出，或者降低利率等等，来试图治疗经济，减少衰退的严重性和持续时间。也就是说，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触发了萨姆规则。为什么大家对于萨姆规则会这么戒慎恐惧？是因为过去萨姆规则其实准度非常高。从1950年以来，在11次美国经济衰退中，每次都符合萨姆规则，而在历次发生经济衰退时，美股都会有不小的跌幅，其中又以2008年的衰退最为严重，股市最大跌幅达 55%。1980年衰退幅度最小，股市最大跌幅也是有达到 16%。
从纳斯达克指数到达高点18000多点后，一度砍到16000多点，已经跌了将近15%。如果坐实了经济衰退的状态，后面又将会是多大的跌幅呢？但有趣的是，萨姆规则的发明人经济学家萨姆反而自己跑出来说，不认为现在经济有陷入衰退，并提到Fed还保有降息的空间。我在很多部影片跟文章都有强调过了，美国维持高息之后，每次临近联准会会议，就会有一堆新闻、媒体、名嘴、分析师、资深投资人在那边喊着降息降息，其实背后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推美元保单跟美债。他们也喊了2年，为什么半只马都没降？我们可以先想想他们喊降息的基准是什么？不就只是因为很久没出现这样的高息，也维持很久了，感觉应该要降了吗？但最基本的经济学都有教我们，降息是在需要促进经济活跃、增长的情况下才会使用的，也就表示通常都是景气转弱时才会大幅降息。前段时间美国不管是就业率还是消费率都还维持在高峰，美股还一再创新高，联准会到底有什么理由要因为大家都在喊降息就真的去降息？明明这些专家的经济学应该都学得比我还久，但好像一拿到麦克风就会逻辑死亡。不说其他人，光是提出萨姆规则的萨姆本人，也曾经在上个月说联准会还没降息是在玩火，结果这个月又改口说好险联准会还有留一手了。所以这种专家学者的话，我们一向是听听就好，真正能决定市场走向的，终究还是手里握有大笔筹码的大户。整个金融市场看似复杂，其实背后在推动的逻辑都很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需要建立正确的观念跟系统化操作模组，接着只要按图施工，股价就会跟着我们想的方向跑。各位要知道，这不叫做预测未来，这是筹码堆叠的固定模组。筹码堆叠有一定的规律存在，所以大部分的盘势都可以透过见往而知未来。答案都写在考古题里面了，送分题还是一堆人答错，出题老师也是很无奈的。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看懂盘面，或者对于全球经济之间到底有什么情爱的纠葛、命运的纠缠，还是金钱的诱惑都不是很了解，在资讯栏里你可以找到订阅教学的连结，不管是重要的国际指数，还是台指期货，只要你能持续学习教学内容，就能慢慢掌握技术跟逻辑，把它们变成固定 SOP， 不只出手有信心，不用整天盯盘心惊胆战头发都白了，也不用怕错过上下车的时机，各种指数的趋势动向都能按图施工。除了萨姆规则以外，我们还有其他指标可以来看出经济有没有衰退，或者现在的市场情绪怎么样。例如最常见的 GDP 增长率，以 GDP 增长率来说，经济衰退通常是连续2个季度的 GDP 呈现负成长，这是要衡量国家经济状况最直接的指标。另外，失业率也是很直觉，在萨姆规则中，就是透过失业率的增长来判断。美国的非农就业指数也常常是一个关键的数据。公布数据当下通常容易带来市场的震荡反应，消费者信心指数如果下降，也代表了消费者对经济的前景感到不安，这可能会导致消费开支减少，进而影响经济成长。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预期接下来经济会越来越差，收入可能就会变少，至少很多股票都被套牢了，资金运用上会比较绑手绑脚，那就不会选择现在去消费花钱了，对吧？而消费的下降也会进一步影响到经济衰退，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日本可以是落30年就是这样循环出来的。在股市里的表现，如果股市大幅度波动或持续下跌，也是在反映出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我们还可以透过恐慌与贪婪指数来看出目前散户的投资心理是偏向贪婪持续买进，还是恐慌的不停卖出。另外，企业利润下滑也是衰退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企业利润会影响到接下来企业的投资决策和就业情况，也同样容易让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最后则是利率曲线，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下，长期利率会高于短期利率。试想今天小明跟你借了1万块，跟你说1周后还钱跟1年后还钱，两个感觉起来需要承担的风险差很多，而且钱回来的速度也不一样，也会影响到你的资金使用，对吧？因此我们会希望，如果小明1年后才还钱，他给的利息就要多一点，不然我们没事借人家这么久的钱有什么好处？这就是长期利率会高于短期利率的原因。但如果出现了所谓的利率曲线倒挂，也就是短期利率高于长期利率，这也会被视为经济衰退的前兆。原因是，当经济衰退时，央行通常会祭出降息来因应。那如果未来降息了，长期债券的利率就会受到影响而跟着降低，因此它反映出的是市场对于降息的预期。
还有当经济衰退时，长期国债会变成投资人避险的选项，而需求量暴增的情况下，利率也会下降。特别的是，因为美国被大家喊降息喊了很久，所以从2022年开始就已经是利率曲线倒挂的状态了。之前我们详细介绍过关于泡沫化的知识，也说过现在美国的经济有很多的隐忧，基本上就是一个由一张张难以兑现的债券，挖东墙补西墙去支撑出来的巨大泡泡。中国的状况也一样好不到哪去，前2大经济体都处在悬崖边的情况，接下来全球经济的每一步都还是会走得步步为营。不过这些经济衰退指标都是一季或1年才公布一次，也就是说，等到我们看指标确认到经济衰退发生，那市场早就已经崩盘完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消息面会慢技术面一步，为什么我可以准确抓到大行情出现，也可以在抵达满足点之后通知各位保护好自己的资产。其实就是 K 线图都一直在偷偷跟我讲答案，你不会看没关系，在资讯栏里面有很多学习资讯给你参考。尤其是我们现在又有了超直觉波段软体，你甚至不用会技术分析，只要了解软体运作的逻辑，就可以轻松判断市场情绪。软体结合了波段操作的逻辑，一旦开通权限后，就可以享有独家指标功能，运用彩色 K 棒的变色，筹码强弱一目了然，你也能知道主力偷偷在哪些位置布局。只要看成交量指标，就无所遁形，还可以运用神奇阶梯，看到主力防守的轨迹，这些资讯也都会在 LINE 上及时通知你，把你从无时无刻都要盯盘的生活中拯救出来。你可以在资讯栏里找到超直觉波段软体免费试用的连结，或是私讯小帮手了解更多资讯。当你达到财富自由，希望身边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提升生活品质。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辛苦可以一阵子，而不该是一辈子。不盯盘不短冲，只做趋势盘，这是我的理念。如果你认同，请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哦。我是麦门，我们下次见。